大家好，还记得在上一篇我有发一篇短片，就是说，我车又停了1-2个月没开，然后出现怠速抖动跟加速不顺的情况吗？那个状况让我联想到，我还有之前一篇是讲我去验车，然后废气排放没有过的那个影片。然后再加上我短片那一片，让我想到，因为怠速不稳跟加速不顺畅的原因有很多，但是综合我之前发生的状况跟后来我车辆使用的状况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的含氧感知器脏得很严重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车虽然没有开，但是我都有定期的发动，让机油啊那些东西跑一跑，所以我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我只有发车，然后没有出去跑，因为转速拉没有拉上去嘛，导致我那些碳粒、碳粉没有，它就是附着在含氧感知器上。因为含氧感知器如果脏污或者故障，如果故障的话可能会导致熄火，但是如果只是脏掉的话，多半都会伴随着怠速不稳，然后加速抖动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来拆我的含氧感知器。那拆的过程我之前就有拍片介绍，所以这边我就不拆给各位看。那稍等我一下，我先把它拆下来。OK， 拆下来了，但是可能不太妙哦。目前看起来，我的含氧感知器它的燃烧状况算还不错，的颜色算正常，没有之前那么脏。我之前有拍清含氧感知器的影片，那个影片就真的很脏，整颗都是黑色的，都是碳灰、碳粉。那目前这个看起来也很难讲啦，因为看里面的洞也是蛮黑的。然后因为含氧感知器做动的原理就是它有2条线是负责送电进去加热，然后另外2条是在侦测它的那个电压的变化，基本上含氧感知器的工作原理。那里面看起来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出来，那个小洞里面是蛮黑的，没有错，而且好像还有点厚度。那因为像我刚刚讲的，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发动在怠速的情况下，它会不定时的掉转速，怠速不稳，就有点像刹卡，但是那个刹卡，但是那种感觉没有刹卡的这么明显，然后很像是供油过浓，所以它会有排气管会有砰砰，你转速在掉的时候，你会听到排气管会砰砰，会有点放屁的声音，就有点像供油过浓。然后你在加速的时候，就好像加速的时候比较像刹卡，就是有一缸不点火的感觉。那多半来说会出现这种状况，火星塞要先检查，但是火星塞我也清过了，是都还 OK。那4个气缸也是积碳的很少，几乎没积碳，很漂亮。因为从我那次整理完以后，车子就很好开。是验完车，7月份验完车，然后我车子就一直放，然后台风，然后我自己工作又忙，所以几乎都没有开，就放了大概1-2个月都没有动。期间发了1-2次，就是只要有空我会发动让引擎运转一下，避免油膜都往下掉。那也只能先把它洗洗看咯，稍等我一下。可能每个人在清的方式不太一样啊，但是基本上不外乎几种，就是去脂油啊，然后洗积碳的药剂啊，泡沫的啊，喷射式的都有。
然后我是习惯先用去脂油把脏污先喷，记得哦，这个一定要冷的时候再拆，而且是冷的时候再洗。然后先喷，哇，喷不出来。先把里面的脏污喷一喷。然后一样，只要是有算电子零件类的，就是有电线、有供电的，就记得电线要往上，避免在喷药剂的时候从灌进去。目前这样看就看得出来，里面是蛮多炭灰的，洗一洗就，我这样看是看得出来里面颗粒感蛮重的。那先来让它泡一下好了。一般来说，海洋感知器是否故障是可以用电表量啊，但是那个必须你要在发动的情况下，你要让它达到工作温度，让它热的时候去测它的那个电压的改变，而且每台车都不一样，而且在高温下，说实在话，你不是从事相关工作的话，在做这个动作很危险，所以我就不用那样子的去检测，我直接就是用清洗的方式，看能不能有好一点的改变。像化清剂啊，然后节气门清洗剂都可以清，然后清完以后要记得要擦干，然后内部的一些像线材这些也可以检查一下。好，先让它泡一下，稍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我已经完成第一次清洁了，里面看起来是有干净多了，但是药剂，这是刚刚泡的药剂，药剂看起来并没有很脏，是有点碳粉在里面。我觉得可能不妙，可能不是这个问题，因为基本上会导致供油异常，不管是过少或是过浓，多半都是海洋感知器跟空气流量计这两个东西在搞鬼。然后像有的车型，它可能有2颗海洋感知器，那这个的话就必须，其实如果比较新型一点的车有支援 OBD 的话，直接买个 OBD 那个发射器插上去读是会比较快，虽然不是很准，但是会比较快去找到问题点在哪里。那因为空气流量计上次我有看过的，就是其实我拍那部短片的时候，我有大概做个检查，我的空气流量计 OK 是干净的，但是毕竟电子零件你可能外表看起来是好的，但是可能内部已经损坏也有可能。然后说实在话，刚刚拆下来那一刹那，我是心有点凉了，因为看起来没有很脏，虽然内部感觉是蛮脏的，只是
应该是不会造成这么大的误差。这样看得出来吗？也没有偏白，也没有偏黑，就很刚刚那个状况是蛮正常的燃烧状况，只是里面那个洞里面是有蛮多炭灰在里面是没有错，只是其实玩老车就是这样子，虽然新车现在电子零件很多，开起来很好开又方便，但是喜欢玩老车的人还是喜欢它的简单啊，因为毕竟电子零件越多，然后加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电子零件最怕热，所以可能以后再出状况的几率会更高。那像我们这种老车，10几20年的老车，它电子零件没那么多，辅助的系统没那么多，所以它基本上就很简单。但是在维修保养上真的就很吃经验，因为它没有那种方便可以直接插 OBD2 下去做检测。各位，你们觉得有可能是什么状况？毕竟我才刚洗，我必须洗完再上去装上车去发动试试看。讲到这里，我又想到，我拍那部短片的时候，我有做观察，就是我的排气没有排黑烟，然后味道也都排气的味道闻起来也都还算正常，没有很辛辣，只是有一点点啦，所以加上那时候那个状况，很直觉的就会觉得是供油方面的问题。那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供油方面要么就是含氧感知器，要么就是空气流量计。那空气流量计检查感觉没怎么样，然后含氧感知器目前看起来小脏，但是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才对。那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样或者2样都坏掉，没办法，玩老车就是这样子。很多零件真的时候到了，你再怎么维修，再怎么整理保养，该坏的还是会坏，然后只能尽量了。然后像我现在这个动作是，我希望用上面的铁刷的小铁丝进去，尽量把里面的碳粉刮干净。里面多半是陶瓷体啦，所以不要拿硬的东西去戳它。因为说实在话，之前我洗过这一颗，我也没有拿东西下去清，我就是大概的外部洗一洗，药剂喷一喷。因为你仔细看它里面有，像这个洞里面，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出来。像这个洞里面，我就看到有算蛮厚的碳块在里面。因为里面的陶瓷体跟外面这个铁壳，它是有间隙在，然后有没有可能是内部它的底部这边卡太多碳颗粒、碳块啊那些的？要不然说实在话，我那次验完车整理完，车都很好开哦，也都不会有这种小状况。就是当然啦，也有可能是因为
我拍过一片，就是因为我有装车罩嘛，然后我车罩比较长，然后我们这边的地形就是地下都会积水，当积水了，然后你车罩又盖住的时候，天气热，它的水汽又一直往上跑，所以导致我那时候我整个引擎室里面全部都是水汽。当然也有可能是电子接头、线组的接头接触不良，也有可能，因为那种高湿度的情况下，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。那我下一个步骤就是我这边先洗一洗、清一清，然后装上车，发动看看，如果还是一样的话，就是可能引擎室里面的所有线组都要做检查。像我们这型车，引擎室里面很多内部的接头，它都已经脆化。相信其实应该很多老车都有这种现象，它的接头然后都会脆化啊、有裂啊，所以导致水汽落进去的话，很容易让接头那边产生铜锈啊，或一些氧化物，导致接触不良。然后老车就很简单，它就是靠一些数据的回传啊，然后去判断什么时候该喷多少油，什么时候点火。所以啦，真的是车要常开，不要像我这样子。问题是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我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要工作，然后我工作时间又长，然后礼拜天有时候要忙别的事情，然后就真的不是那么很随心所欲的想开车出去就开车出去。然后我们这边又乡下，你太晚出门，发动又怕吵到左右邻居。好，再洗一遍。再泡一下好了。等它浸泡。好了，第二次浸泡完成。是有干净很多啦，但是我还是刚刚那个想法好像没那么简单。
目前这样看，里面的陶瓷体它上面几乎都没有碳粉了，就比较正常的燃烧的颜色。这样子，好，等我把它装上车，我们来试车吧。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得出来。这个是海洋感知器的接头，我这样子看是里面是有点脏，然后你们现在看到左边那两个孔都还蛮干净的，反倒是右边右上角这个孔跟右下角，这样看起来好像里面有点脏，有点颜色不对的感觉，就是好像有点氧化物。我清一下。然后像如果你们跟我一样使用电子接点复活剂的话，要记得哦，虽然它挥发的很快，但是还是稍微要甩一甩，然后让它稍微干一下。然后这边是它的另一头的插头，两只金色的，两只银色的。你们仔细看的话，它这边有没有看到金色的上面有一条横的，就是纵向的，然后有点黑，那个很多都是氧化物卡在上面，因为变成它并不是完全的接触到，它就是靠那个刮痕那边，只有那边在接触，所以那个点如果有脏的话，可能也会导致接触不良。我这边也清一下好了。这样子，看得出来吗？上面那个脏污不见了，尤其金色的那一条。像你们在清这种接头的时候，不要拿金属东西下去刮哦，因为很多电子接头它上面都有镀一层，就是可能防锈啊，或者说防腐蚀的东西。你不要拿金属的东西下去刮，很容易把那一层刮破。刮破的话，里面就会开始氧化。我都是拿牙签或者吃咸酥鸡那种竹签，拿这个下去把上面东西刮除就可以了。稍等我一下，我装一下。好了。海洋感知器接好了，插头接好了，然后我刚刚空气流量计稍微接点就清一下，然后电瓶也接好了，那我们来见真章吧。好，开到红火了，然后第一次发动。我的车只要停太久，第一次发动都会这样子，会啵啵啵啵啵啵啵，应该很多车都会这样子啦。那我们来看看排气管的排气的状况，现在是还在热车，所以可能还不准。目前排气这样子听起来都正常，它不会啵啵啵。我那时候就是会，我在那一片短片没有讲，会要有没有？就类似这样，砰一下，就类似这样子，砰一下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听到？砰砰砰，就是这个状况。那目前这样看起来。可能不是海洋感知器的问题，还是会这样砰砰砰。
你们听到好像加速会上去。火星塞我拆过了啊，没有这样子啊。水温上来的很快，有没有发现？我才刚发动没多久，水温就上来了。但是水温没有过高啊。还是有水汽啊，表示燃烧不错啊。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气缸床垫冲掉。然后你看，现在又不会啵，因为我都是断电状态，所以会不会是因为电脑还在修正？这样子就又都正常了。还是会一点点。代数还是很高。有没有那个啵啵啵声音？没有。这个声音是我正常排气管的声音，然后刚刚会砰砰，那个就不是正常。目前这样看起来又都好了。那其实这个状况没有出去跑，真的很难去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好。问题是我等一下又有事情，我根本没办法开车出去跑了。稍等一下，这个真的没有出去试车都不知道状况。然后我等一下又有事情，我根本就没办法开车出门。好吧，今天这个怠速不稳，然后加速会抖动。我的感觉还是有可能是海洋感知器的问题啊。因为像你看，我刚刚洗完以后，刚发动的时候，因为我的电瓶都是断电状态，我刚接电上去以后，电脑它应该还没有开始做修正，所以有可能会这样啵啵啵啵，有可能。但是我刚刚车热以后，你们刚刚也有看到，车热以后它就都正常。然后刚刚我又上车去补了几脚油门，就都没有这个状况了。所以，好吧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。后续的话，我看起来再跟各位报告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